去做引產那天，醫生問我為什麼不要這個孩子？要離婚了，不想生。嫂子，我哥知道嗎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他知道。5個多月，手腳都長出来了，引產不是小手術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嫂子，贺醫生，你現在是我的主治醫生，不是我的婆家人。該簽字的我都簽了，知情同意書也摁了手印。后天上午8點，空腹，带個人陪護。好。嫂子，我哥跟你3年了，他對你是有感情的。3年，我嫁進賀家1095天，他跟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：今晚有應酬，不回来。我不知道，那算什麼感情？晚上陪我出席一個晚宴，穿正式一點。他從不問我在哪裡，也不問我過得怎麼樣。3年來，他給我打電話只有2個目的：一是通知，2是吩咐。聽到了嗎？好，這是我最後一次對他說好。太太，這是先生送來的禮服。這麼合身，一定是賀錦州的助理挑的。他的助理甚至比他更了解我穿什麼尺碼。還好，看不太出來。再過2天，這個秘密就不會存在了。懷孕了？快點，樓下等你。懷孕就讓她好好休息。他關心下屬。阿瑤，最近回國了嗎？拒絕。關心朋友。資產負債衝到78，新增利潤全部來自一次性股權投資收益。關心股票，關心財報，關心新項目招標。路上40分鐘，4、5通電話，沒有一個字跟我有關。本市青年才俊賀錦州，年僅32歲便躋身財富榜單，成為上榜者中最年輕的企業家。其背後的賀氏家族更是本地頂尖商業世家，市值近100億。而我，溫實寧，他名義上的妻子，在所有人眼裡，他壓根就沒背景，就是也沒學歷，靠運氣嫁入豪門的普通女人。賀總和他挨得還真近啊！就是，他們哪裡知道，這個動作不是親密，是掌權者的所有權，是讓其他男人不得靠近你的宣誓。锦州，好久不見。依依，你回来了。3年来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站起來迎接一個人。上周剛回到，本來想早點聯繫你，
但又害怕打擾你工作。这位就是嫂子吧？经常听锦州提起你。锦州也经常跟我提起你。贺锦州的白月光，青梅竹马，留学5年，刚回国的商业才女。沈小姐，你好。叫我依依就好，咱们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坐吧。好久不见，下条前1号。久仰了，沈小姐。提议不胜酒力，这杯酒我喝了。这些体贴入微的事，他3年里从未对我做过1次。每次晚宴，我坐在他身邊，都像一個透明的擺件。那个贺太太也太可怜了吧！老公当着她的面跟別的女人眉來眼去，臉都綠了。可憐什麼呀？人家都嫁了身價100倍的老公，有錢花還不夠。話可不能這麼說。沈依依回來，賀家那位遲早要換人。那也是她自己沒本事，誰讓她什麼都不是。什麼都不是，評價的真好。該結束了。昨晚為什麼提早走？不舒服。不舒服就別喝涼了。這是他3年來對我說過最溫柔的話，可他會說這話。是因為錦州，你以後一定要好好對嫂子，她一個人撐起一片家，也不容易。他在演，不過沒關係，我也不需要這場戲。曼曼，有空嗎？寧寧，你終於想通了，幫我擬一份離婚協議。財產怎麼分？不要。寧寧，你完全不用擔心賀家的勢力，我現在已經是業內頂尖的律師，完全有信心拿下這個官司。賀家的財產，我1分都不要。車子、房子、股份、存款，我全都放棄。我只要一張離婚證。寧寧，你瘋了嗎？你嫁進去這麼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。我要的是乾淨利落，只要我1分錢都不要，他就沒有理由拖着不離。出什麼事了？沒什麼，就是不想過了。對了，你那個工作室現在接了不少大單子，賬上趴了不少錢，要不要幫你做個財產隔離？已經做了。看來你確實想了很久。不是很久，是3年。從嫁進賀家的第1天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不屬於那個地方，但我還是強留了3年，因為我以為他會看見我。現在我終於承認，他不會了。回來啦。依依來家裡做客，我留她晚上吃晚餐。你跟王姐說一聲，讓多準備2個菜。我的婆婆讓我去吩咐保姆給別的女人夾菜。3年前，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會難過，現在不會了。好，嫂子，我簡單吃點就行，不用太麻煩。他不是在挑釁，也不是輕視，他的眼神裡是一種我才是這個家主人的篤定。
抱一抱，就當作從沒有在一起。3年的東西不多，我嫁進來的時候只帶了2個箱子，走的時候也不會多1件。你在幹什麼？收東西。收拾什麼東西啊？我要跟景州離婚。你說什麼？離婚？你再给我說一遍。我要跟贺景州離婚。温世宁，你嫁进贺家3年，吃贺家的，住贺家的，你现在说走就要走？我不从贺家带走1件东西。你以为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，我不想走，也得走吗？妈妈，怎么了？她叫我婆婆、媽媽，叫了3年，宋之華沒有糾正過1次。嫂子，你这是？沈小姐，这個位置以後就是你的了。温世寧，你今天敢走出這個家，就永遠別回來！我不會回來了。温世宁，你在哪？外面。回来。贺景州，我说了，我要離婚。你又在鬧什麼脾氣啊？又沒做案的事？不是脾氣，協議上寫得很清楚，我放棄所有財產，只要你簽字。不簽。那就走法律程序。這是3年來我第1次主動掛賀景州的電話。之前瞞着賀家買下的這間公寓，這才是我真正的家。賀總，溫世寧呢？溫姐在裡面。坐。溫世寧，跟我回家。我沒有家了。你是賀太太？很快就不是。我不要房，不要車，不要贍養費，不要任何財產分割，只要你簽了字，以後我們就各走各的路。不簽。為什麼？沒有為什麼，賀家不離婚。那你爸媽20多年前不就離了嗎？溫世寧，你到底想怎樣？我說了，離婚。是因為沈依依。賀景州，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。不是因為誰，只是因為這段婚姻根本就沒有意義。溫世寧，3年了，你從來沒有跟我說過這種話。3年了，你也從來沒聽過我說話。回頭再說。
回頭再說這4個字，就是我們這段婚姻的縮影。所有我的事兒都是回头再說。我过生日，他让我回头再说。我身体不舒服，他又说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回头再说。我想出去旅行，他还是锦州，我们去这儿吧。回头再说。哎，好。回头，回了3年，一次都没有再说。他什么反应？不签。他不签的话，分居2年可以单方面起诉，或者你有其他证据，家暴、出轨、转移财产。他没碰过我，他没有打过我，也没有碰过我。我們結婚3年，同床共枕的次數用1隻手數得過來。最後一次是4個多月前，就是那一次，我懷了孕，也是那一次，我看到了他和沈依依的消息。锦州，我下個月就回國了，你還記得你答應過我的話嗎？我不知道他答應了他什麼，但我知道那個字的分量，比他對我說過的所有話都要重。那就分居，從你搬出來那天算起，我幫你記錄證據鏈。好。還有一件事，下周有個國際設計競標，甲方是悅城地產，你要不要親自出面？不用，陳峰去吧。唉，溫石寧溫總，大佬你還要藏多久？該露面的時候自然會露面。3年前，我以孤女溫石寧的名字嫁進賀家，沒有人知道。問這座城市最神秘的設計工作室，估值2個億的行業黑馬，背後站着的人就是我。也沒有人知道我的母親姓江，江城製藥集團的江。溫姐，有個客戶來了，點名要見您。誰？名片上寫的是沈依依。嫂子，聽說你在這兒上班啊？我來看看你。挺好的，小是小了點兒，但很溫馨。沈小姐，有事嗎？也沒什麼大事，就是來告訴你，錦州已經同意我搬進楚了。媽媽也很開心，說家裡終於熱鬧。那恭喜你啊！嫂子，你不生氣嗎？畢竟你可是錦州名義上的妻子呢。我生什麼氣啊？你不也說了，我只是名義上。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沈小姐，你今天來這兒就是為了跟我說這些啊？我來就是想告訴你，錦州不會跟你離婚，賀家也丟不起這個。但你繼續耗在賀家也沒什麼意義。不如我們坐下來聊聊，要多少錢你才肯放手？黃林，送客。溫石寧。沈小姐，你好像搞錯了一件事。不是你沒讓我走，是我自己要走。區別在於，我不要賀家1分錢。你會後悔的。我後悔的事只有一件。什麼？嫁進賀家。溫姐，她剛才那個表情好嚇人。悅城地產最大的合作夥伴是賀氏集團，這個項目如果拿下來，問和賀氏之間的業務關聯就會更深。但如果我現在撤出來呢？還不是時候。該走的棋一步步走，該翻的牌一張張翻，急不得。
嫂子，明天的手術你還做嗎？我需要確認。照常，明天，一切都會從明天開始。妮妮，沒事兒，小手術。走吧。嫂子，我昨晚一夜沒睡。这事跟你沒關係。我沒告訴我哥，但我真覺得這個孩子……賀言，你是個好醫生，做好你該做的事就行。快5個月了，如果留下來再過幾個月，這就會是一個完整的孩子。但這個孩子的父親不愛我。久仰了，沈小姐。一意不勝酒力，這杯酒我喝。我閨女真是女大18變啊，越来越好看了。謝謝媽。她的奶奶叫着別的女人閨女。最好。我不要你生下來，生活在一個沒有愛的家庭裡。回來，溫實寧，你到底想怎麼樣？我媽說你拿走了所有東西。你做的什麼手術？剛才護士跟我說讓你注意休息至少1個月。小手術。溫實寧，你懷孕了？你引產了？賀錦州的孩子？沒有了。你蘇曼，別問了。我回去就幫你把分居證據做實，越快離越好。妮妮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回来，溫實寧，你到底想怎樣？我媽說你拿走了所有東西，你不回來我就當你同意了。依依今天已經住進來了。同意了？她連我搬走3天都等不了，就迫不及待地讓沈依依住進來了，甚至還要發一條短信通知我，像是在施捨我最後的體面。祝你幸福，離婚協議請盡快簽。拉黑還留着痕跡，刪除才是真正的乾淨。外公，我離婚了。宁宁，外公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来来来，坐。是不是贺锦州那個鬼小子又欺負你了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做的決定。哎呀，打小就倔，跟你媽一樣。說吧，外公能幫你做點什麼？不用，外公，我自己能處理。孩子，聽我的，回家吧。江家的大門永遠為你打開。我知道你不想用江家的名號，外公尊重你，但要是誰敢欺負你，你……外公，我知道。我的外公江伯年，江城製藥集團創始人，
坐擁100億身家。我母親是他唯一的女兒，母親20年前嫁給了我父親，跟江家斷了聯繫。後來父親出事，母親也走了，只剩我一個人。外公找了我10年，終於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找到了我。他想給我江家的一切，我没要。我想靠自己，所以我用溫詩妮這個名字活了26年，考大學，創辦問工作室，嫁進賀家。沒有人知道我是誰，包括賀錦州。他以為他娶了一個毫無背景的普通女孩，可以隨便對待。但他不知道，他口中那個什麼都不是的妻子，設計過的項目比他談過的合同還多。他更不知道，賀氏的市值之所以能在3年裡翻倍，有多少是因為問工作室在背後默默鋪路。但這些都不重要，我不需要他知道，我只需要他簽字。孩子，要照顧好自己的身体，江家那永遠都是你的啊！温姐，贺氏集团送来的，邀请咱公司负责人参加明晚新任副总裁的上任晚宴。他回来不到1个月，就坐上了副总裁的位置。賀錦州給他的見面禮可真大方。明天的賀氏晚宴，你去。老板，賀氏那邊點名要求工作室負責人親自出席。說我在出差。好吧，不過最近行業在傳一件事兒，有人在查問工作室創始人的真實身份。誰在查？不清楚，消息是從賀氏那邊傳出來的。盯着點。賀氏會是誰在查我？沈依依還是賀錦州？3年來我藏得很好，問的注冊信息層層加密，法人代表是陳峰。就算他們偵查到了，又能怎樣？我溫實寧從來不怕見光。有意思。怎麼了？你猜今天評審會上誰來了？誰？沈依依，她以賀氏副總裁的身份親自出席了那個會議。她還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要求，她說為了保證合作透明度，希望微影工作室的實際負責人親自出席下一場會議。理由呢？她說行業裡有傳聞，微影工作室創始人的身份存疑，賀氏作為合作方有知情權。她這是在逼我現身，你怎麼打算？讓他逼。寧寧，蘇曼，你幫我查一下，沈依依在回國之前，在國外都做了些什麼？跟離婚有關，跟所有事兒都有關。進。老闆，你讓我查的東西出來了。說。過去3年，賀氏集團經手的大型項目，有60%以上的外包設計直接或間接流向問工作室。這些項目的設計費用加起來將近2個億。在賀氏內部財政裡，這2個億的支出被標注為第三方設計合作費用，沒有任何人關聯到您的真實身份。也就是說，賀氏現在只知道他們在跟一個頂尖的工作室合作，但是卻不知道這個工作室的老闆就是他們老闆的老婆。對。但現在沈依依在查這件事兒，如果查到您頭上，會拿這件事大做文章，您不擔心？陳峰，我問你，如果問工作室現在取消跟賀氏的所有合作，賀氏會怎麼樣？短期內不會死，但會很疼。和悅城地產的合作肯定就黃了，後續幾個商業綜合體也得重新找設計師。保守估計，賀氏的業務量會縮水20%到30%，股價呢？會跌10%到15%，不成問題。先不動，等我信號。好。
3年來，我以問工作室的名義，默默替賀氏集團做了無數次嫁衣，最好的設計方案，最優惠的合作報價，最高效的項目交付，不是為了賀氏，是為了賀錦州。我以為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給他，他總有一天會看到我。結果，他看到的是沈依依的笑，沈依依的茶，沈依依的白裙子。這筆賬我不跟他算了，但從今天起，問工作室不再問賀氏書信，我能給的，我也能收。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。您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过来是问你事情。你真的想好要跟锦州离婚了？是。你想清楚？想清楚了。温时宁，我告訴你，我當初同意錦州娶你，那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。現在老太太走了，我把話說明白。這張卡裡有300萬，你把錢拿着，簽個保密協議，從此跟賀家再無瓜葛。300萬，他覺得我的3年就值300萬。離婚協議裡寫得很清楚，我不要賀家1分錢。那你要什麼？簽字。你什麼都不要。溫時寧，你老實交代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這個問題，你應該去問您的兒子。你什麼意思？沈依依住進賀家幾天了？5天還是6天？誰讓她搬進來的？沈依依那是客，住在主臥的客。這300萬您拿回去，只要賀錦州在離婚協議上簽字，我可以什麼條件都不提。但如果他不簽，怎樣？我就去法院起訴。你敢？有什麼不敢的？您覺得，到時候媒體如果問為什麼賀家少奶奶要離婚，是您丟臉，還是我丟臉？溫時寧，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。這樣。溫姐，賀太太好大脾氣。沒事。沈依依的背景查出來了，你一定要看看她。我一會兒就過來找你。沈依依在國外這5年根本不是在讀書，她的碩士學位是買的。在海外期間掛靠在一家設計公司，表面上是設計師，實際上什麼作品也沒有。這3個獲獎記錄，第一個是你之前那個團隊的作品，第二個是微影工作室2年前的投標方案，他把你的設計改了顏色和排版，署上了自己的名字。這第3個就更離譜了，是3年前你還沒嫁進賀家的時候做的一個概念設計，發表在了一本小眾設計雜誌上。他抄了我的作品，抄了3次，然後帶着這份完美的簡歷回了國，坐上了賀氏集團副總裁的位置。他不只是想搶我的丈夫，還想偷我的財富。證據鏈完整嗎？完整，原始文件、時間戳、發表記錄全都能對上。先存着。你打算什麼時候用？等他自己跳出來。寧寧，你冷靜的讓我害怕。冷靜，不是冷靜，是3年來我吞下的所有委屈，終於有了出口。溫時寧女士，這裡是賀氏集團行政部，宋之華宋女士，請您明天下午3點到賀家參加家庭聚餐。家庭聚餐？
我已经搬出去了，還請我去家庭聚餐。知道了，应該是鴻門宴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你確定？確定。有些賬，既然他們想回家算，那就一次性算個清楚。溫小姐來了，裡邊都在等您。溫小姐，不叫我少奶奶了。來了，坐吧。石宁啊，听說你要跟景州離婚，這到底是怎麼了嘛？這兩口子過日子哪有不磕碰的呀？你看這景州條件多好。贺深，今天叫你過來，不是為了別的。景州的意思是不離，你的意思是要。那今天就当着家里人的面把事情說清楚。温世宁，你嫁进贺家3年，贺家对你怎么样？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最好的。那你还要离？你跟他們說了嗎？說什麼？沈依依住進我們臥室的事。啊？這什麼意思？你們不还沒離婚，怎麼就……這沈依依真住進主臥了？我搬走那天，她就住進來了。我的東西還沒收完，她的行李就先到。不是這樣的，我只是暫住在客房。客房在2樓東側，你的化妝品放在3樓主臥的洗手台上，你的衣服掛在主臥的衣帽間。刘嫂可以作證。我不清楚，这件事情跟離婚沒有關係，依依只是暫住。媽，今天您請我來，無非是想讓我當着大家的面同意不離婚。那麼我想請問你，是想讓我跟沈依依一起住，還是想讓我騰出位置成全他們？溫世寧，跟我出來。我不出去，有什麼話當着大家的面說。3年了，他應該是第一次在我臉上看到這種表情，不是順從，不是忍讓，不是溫柔，而是平靜不可撼動的決意。賀景州，你要是再拖着不離，明天我就去法院上訴。你起訴書我已經擬好了，理由是感情破裂，證據包括分居記錄以及第三者介入。沈小姐，你的名字会清清楚楚地出現在起訴書上。溫世寧，你敢！敬酒不吃吃罰酒，這句話是您上次送給我的。這次罰酒來了，您喝還是不喝？我只給你們3天的時間考慮，3天內賀景州要是還沒有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，那麼第4天一早，訴訟書就會直接送到法院。石寧，今早我幫你把離婚起訴書遞到了法院。辛苦了。不過你要做個心理準備，中午12點消息就傳開了，不是我傳的，是法院系統裡有賀家的人。猜到了。警報：賀氏 CEO 婚變引發市場動盪，賀氏集團今日股價微跌2%。下午2點，賀氏集團的股價微跌了2%，原因是有投資人在朋友圈看到了消息。資本市場最怕2件事：企業內鬥和老闆私生活醜聞。撤訴。簽字。溫世寧，你是在威脅我？賀景州，我在走法律程序，我有權起訴，這是法律賦予我的權利，不是威脅。你知道你在幹什麼？賀氏今天的股價也……那是你的事。你，賀景州
3年裡，你讓我等了无数个回头再说。现在我不等了，你可以选择签字，干净利落，也可以选择继續拖着，看法院和輿論會讓賀氏股價再跌多少。你變了。不是我變了，是我不裝了。锦州，媽媽讓我送飯過來。明白。好。啊，這樣我看完會去找你。不是我變，是我不裝。累了吧？出去。他是不装了。是啊，他婚前是那樣。方律师，温世宁起訴離婚的案子，不管用什麼辦法搞拖死他，這回他別想了。老闆，悅城地產的郵件你收到沒有？咱們中標了，設計費8000萬。賀氏集團作為悅城地產的合作方，未來3年所有的地產項目設計都要經過咱們工作室的審批。我看到了。你是沒看到，你的方案一出來，悅城地產那幾個老總眼睛都直了，當場拍板，一個字都不用改。他們還讓我問你，下周的行業峰會能不能親自參加？想見見你這位總設計師。好。還有件事兒，沈一今天在會上一直盯着我，會後還找人打聽問的底，他好像認定了問是攀上了賀錦州才拿到了賀氏資源，在查背後是哪個女人。可惜他搞反了。可不是，3年了，明明是賀氏靠着咱們低價兜底，他才坐穩了副總裁的位置，他倒好，還以為是咱們在吸賀氏的血。師寧，賀錦州在找人調解離婚官司，你明天得去趟法院。溫女士，賀先生的意見是雙方和解，撤回起訴，恢復婚姻關係。賀先生同意以下讓步：第一，沈一小姐立刻搬出賀家別墅；第二，賀先生將在1個月內安排一次夫妻旅行。夫妻旅行？我跟他說了3年，他次次都是回頭再說，現在要離婚了，他這個頭終於是回不來了。方律師，我的當事人不接受和解，離婚意願絕不改變。蘇律師，賀先生這次的誠意很足啊。誠意？這是溫女士搬離賀家別墅當晚第三方級入住主臥，這是物業提供的車輛出入記錄和監控截圖。怎麼之前沒跟我說呀？還有，這是溫女士在婚姻存續期間的就醫記錄。蘇曼，總之，我的當事人堅持離婚，請貴方在15日內給出正式答覆。什麼就醫記錄？與你無關。我們現在還沒有離婚。作為你的丈夫，我有權知道我妻子的身體狀況。賀錦州，已經晚了。何言，叫人到家裡來，我有事兒。你剛才為什麼不把就醫記錄拿出來？孩子的事兒，你知道，賀言知道，但賀錦州不知道。至少我想，他不應該在這種冷冰冰的調解桌上知道那個孩子的存在。妻子懷孕他都不知道，妻子引產他也不知道，這得是多冷漠的丈夫才能幹出來的事。要我說，孩子的事就是最有力的籌碼，能讓賀錦州在社會輿論上徹底死掉。不是籌碼。什麼？那個孩子不是籌碼。我只想乾乾淨淨的離，不想用孩子換自由，用秘密換條件。我明白了。如果他不簽字，那我就等。法律規定，分居2年就可以判離，我等得起。那你自己呢？身體恢復得怎麼樣？好的差不多了。師寧，你什麼都跟我說差不多了，你到底怎樣？我餓了，請我吃飯。走，街角麵館，我請客。
温石英女士，我是都市设计杂志的记者周凯，我们正在做一期关于温工作室的专题报道，想请温的创始人接受采访，请问您方便联系吗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有人提供了线索，说你可能了解温工作室创始人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温的创始人愿意出面，我们愿意开出100万的独家合作费。我不认识什么温工作室的创始人，你们找错人了。怎么了？有记者在挖问工作室。谁放的风？猜猜。沈依依。他在竞标会上碰了钉子，查不到 Win 的底，就找媒体来施压，是想把你逼出去。先让他得意几天。石宁，你到底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一个完美的时机。他没想到时机来得比我想象的快。Win 工作室创始人身份成谜，质疑声四起，暗指 Win 涉嫌抄袭海归设计師沈依依。老闆，網上都在說我們抄襲，我們要不要發聲明？不用，讓他們說。可是，陳峰，你信不信我？信。那就等着。沈依依在國外的履歷大半都是注水的，她掛靠的海外事務所 Lumina Studio 在去年就已經註銷，但我查到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趙明輝是賀氏集團總裁的前員工。海外投資部直屬 CEO 管轄。對，查不到此人，但除了賀錦州，沒人有這個權限。也就是說，賀錦州在海外做了一家空殼公司，給沈依依鍍金，讓他用假作品、假履歷風光回國，當上副總裁。原來3年前，在我嫁給他的那一天，他就已經在給別的女人鋪路。還越來越多了，但還不到出手的時候。賀總，最近關於問工作室與沈依依女士的版權爭議，您怎麼看？問工作室是賀氏的長期合作夥伴，關於版權問題，我相信真相會說話。有消息說問工作室的創始人一直不肯公開身份，您覺得這正常嗎？商業社會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，但透明和誠信是合作的基礎。我個人認為，既然進入了公共領域，就理應受到公共的監視。副總裁沈依依女士的相關作品均有合法來源，賀氏集團保留對惡意誹謗方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。公關部的聲明 ，CEO 的簽字，賀錦州這是想替沈依依做背書。他以為問的創始人躲躲藏藏是心虛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那個躲躲藏藏的人是為了他才隱姓埋名的妻子。老闆，賀錦州的採訪你看了嗎？他這是一邊低價讓我們幫他幹活，一邊幫他的人踩我們。不急。他怎麼能不急？你上次說悅城地產要召開一個行業論壇，想見見我這個設計師。對，在下周。什麼主題？原創設計知識產權保護。完美。致悅城地產尊敬的趙總，下周的行業論壇，問工作室創始人願意親自出席並發表主題演講。問的老闆終於願意露面了，太好了！我來安排最大的會場，這次同行業的人都會來。趙總，我有一個小請求。你說。你要名單上麻煩幫我加上賀氏集團總裁賀錦州、副總裁沈依依。這個沒問題，賀氏本身就在咱們的合作名單裡。謝謝。月底10天後，所有的牌一起翻。他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？難道是用了賀家的關係網？進來嗎？你一直都住在這裡啊？多久了？比你想象的巧。我今天過來不是找你來聊離婚的事兒。那是什麼？科研都告訴我了，你懷過孕5個月，引產，他做的手術。
什么不告诉我？是我的孩子。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那是我的孩子。对，也是我的。凭什么自己一个人做决定？贺锦州，在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？你在沈依依的接风宴上，喝到凌晨2、3点才回来。在我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公司跟沈依依开1对1的闭门会议。在我决定去做引产的那天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说今晚你应酬不回来。我一个人去做的检查，一个人听得开心，一个人决定去做引产，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術台上，从头到尾你都不在。可是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在？我不告诉你你不在，我告訴你你就在了。3年了，我跟你說了多少回話？你有幾次認真聽了？我生病你知道嗎？失眠你知道嗎？多少個晚上在沙發上等你等到睡着，你知道嗎？師娘，3年，這是你第一次這樣叫我的名字。3年來，他都是叫我溫石明3個字，帶着高高在上的客套和距離。而石明這2個字，他今天第一次叫，不是因為我，是因為孩子。賀錦州，你心疼的是那個孩子，不是我。請回吧。師娘，我最近想了很多我們以前的事兒，你難道一點都不懷念我們以前那些美好的回憶嗎？我們以前還有美好回憶嗎？我們還沒結婚的時候，你頒獎我都會陪你去，還有剛結婚的時候，你會去公司給我送你做的飯，還有什麼？你陪我去領獎，是真的替我高興嗎？你只是想讓所有人都看見你娶了個多麼耀眼的女人。在我這個戰利品到手了，你就開始惦記下一個戰利品。所以我送飯你沒胃口，我想去旅行你沒時間，不管我說什麼，你都是回頭再說。你娶了我，轉頭就忘了我這個妻子。賀錦州，你懷念的不是我，是你如何贏得一個女人的那場仗。我現在只恨我當初為什麼會看上你，愛上你，然後讓你輕而易舉地得到我，忽視我，欺負我。師娘，我錯了，我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嗎？3年前你有無數個機會，現在沒有了。菊花。不是心軟，是累。跟一個人耗了3年的力氣，不是說斷就能斷的。但我必須斷，因為如果我現在心軟，未來等着我的還是無盡的。回頭再說。怎麼樣？他還是想離。我是問他身體怎麼樣，5個月引產很傷身的。那你自己問他去。你以為我不想啊？我倆以前多好啊，吃飯、逛街、聊八卦。要不是你看上他，非要去追，我現在也不至於都不敢見他。你說他看上我哪一天？你跟他結婚3年，你不知道？他父母走得早，這些年一直都是自己一個人。那年他來咱們家做客，你給他倒了1杯水。
就这？就这。他说他看到你给他倒水的样子，就让他想起了他爸给他媽倒水，然後他就覺得咱們這個屋子有家的味道。但就這麼簡單的愛意，你也沒抓住啊。那我就重新再追他一次。這世上還沒有我賀錦州追不到的女人。錦州，我在準備明天行業大會的發言稿，你能來我家幫忙看看嗎？我看到石寧發朋友圈，說他明天要去參加悅城地產的。說我一直覺得問這幾年出手的項目，哪一個不是行業標杆？你說他真的會去抄沈依依這樣一個新人嗎？誰抄誰還不一定呢。我現在只好奇一件事，問背後的那個創始人今天到底露不露面啊？業內傳了這麼多年的大佬，今天總算有機會見見真神了。我一直很期待跟這位前輩當面交流，我的作品都有據可查，歡迎當面對質。賀氏相信自己的團隊，也相信沈副總的能力和品行。如果問工作室不能證明清白的話，請盡快向我司道歉。可惜，要讓你們失望。我一直很期待跟這位前輩當面交流，我的作品都有據可查。賀氏相信自己的團隊，也相信沈副總的能力和品行。別找了，我在化妝間後台。老闆，你真的要上？2點準時。感謝各位嘉賓，接下來是咱們今天論壇的重頭戲，問工作室創始人將發表首次公開演講，有請問工作室創始人閃亮登場。怎麼可能是他？竟然是他！賀錦州的妻子竟然就是問的老闆。大家好，我是溫石寧。大家好，我是溫石寧，問工作室的創始人。今天我們論壇的主題是原創設計、知識產權保護，沒有什麼比親身經歷更有說服力。這是3年前我畫的一份概念設計，發表在《新銳設計》雜誌第47期。這是某位海歸設計師的獲獎作品，發表時間是2021年6月，比我的原稿晚了整整1年3個月。問工作室的每一件作品都有區塊鏈存證，時間不可篡改，數據不可偽造。而這家所謂的海外設計公司，在賀氏名下，註冊資金僅1萬美元。他的法人代表沒有任何的設計背景，成立2年後註銷。他的唯一功能就是為某一個人偽造完美的履歷。怎麼會查到這些呢？我沒有點他的名字，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提，但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說誰。最後我想說，問工作室成立了5年，一共完成了127個項目，總設計營收3.6個億。每個作品的原始文件和版權證書全部上傳到了論壇的公開數據庫，任何人可以隨時取閱查證。這就是問的答案。謝謝大家。沈小姐，根據問資料顯示，那家海外公司就是空殼。您之前說作品有據可查，請問您現在怎麼解釋？你拿空殼公司的履歷來競標，還反過來指控問抄襲，請問是你自己的主意嗎？賀總，那家海外公司的注冊信息顯示在賀氏名下，是不是賀氏專門為沈小姐建立？您和沈小姐是什麼關係？賀總，您剛才說相信自己的團隊，現在證據確鑿，您還要堅持為你需要道歉嗎？那種眼神，我從沒在他臉上見過，不是憤怒，
不是震驚，而是一种遲來的、無法挽回的恍然，像是有人告訴他，他手裡一直握着一顆绝世鑽石，但他卻親手把它當成了玻璃彈珠。賀總，从这个月起，问工作室取消与贺氏集团的所有合作。据本台最新消息，贺氏 CEO 妻子自曝身份，问创始人竟是隐婚3年发妻。贺总，股价又降了4个点，董事会那边催您赶紧给一个方案。另外，明天的临时股东会，锦州，外面都在传，说你要免我的职。我知道作品那个事儿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我这么做也只是为了能让你多看我几眼。当年要不是我们家替贺家扛下欠债，那我们家就不会破产。如果我们家没有破产的话，如今能站在你身边跟你门当户对的人应该是我。想我小时候还天真的说长大以后要当贺太太，后面你娶了温世宁，我也没闹过什么。如今回国，我也不是想抢回来什么，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。外面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，但你也要跟我走吗？依依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们家当年的事我一直都记得，所以你回国，我立刻就给你安排了职位。你说要搬进别墅，我也让你搬了。但这些和今天的事不一样。你工作履历有问题，你的公司海外注册信息是挂在贺氏名下，董事会看到了，那些媒体也看到了，所以不是我要免你的职，是我不得不处理了。要不然明天董事会他们开除的就不是你，是我。我知道了，我什么也没有了，我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锦州，你能不能先不要把我从家里赶出去？我真不用，你住着，不用搬。我就知道，锦州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温世宁，你事业有成又怎样？这个男人，你抢不走。先生你好，外人见温总需要预约。我是她丈夫。对不起先生，这是温总的规定。近日，贺氏集团发布声明，副总裁沈依依因履历造假被免职。沈依依抄了老板那么多作品，他贺锦州一个免职就完了。可不是嘛，贺锦州那天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说他相信沈依依，还要我们问给贺氏道歉了。是啊，温总都嫁给他3年了，他都没发现咱们温总就是温的老板。你说他一个男人怎么当的老公？他什么时候对老板上过心？我敢说，他连老板早上吃没吃饭他都不知道。我之前的確是太忽視他了。10年还没吃早饭吧？给你买了的。谢谢，放那儿吧。我记得你以前就爱吃这家的，我专门绕路去买的。拿铁、半糖，我没记错吧？人的口味是会变的，现在我已经不喜欢这些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跟我回去一趟？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我从你家搬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东西，现在你家没有什么我可留恋的。你回去一趟，如果你看完之后还是没有改变心意的话，我就同意跟你签字离婚。
我把咱们之前的结婚照都洗出来了，我们当时拍了很多，你还问我说要不要多打印几张挂在家里面，我说回头再说。现在你看我都打印出来了，你还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吗？摄影师让你离我近一点，你不好意思，脸都红了。是不喜欢这张吗？你看看这个，贺锦州，你以为的美好回忆，只是你喜欢的，不是我的。醒醒吧。外公，您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来看一看。不错，真不错呀，有你妈妈当年年轻时候的风骨。外公，如果您今天来是为了继承江氏的事，那我很抱歉。不了。过去一直催着让你回家继承江氏，那是担心你个女孩子在外边打拼太辛苦了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仅做成了8000万的设计大单，还拥有悦城地产这样的大客户啊！外公这心里彻底踏實了。对了，江城药業明年要建一座新的总部大楼，这个设計呢就交給你來做，怎麼樣？纯商業合作，市場價不打折。行，你說了算。師弟出事了！師弟出事了！爺爺好。好那你們忙，我走了。記着，明天中午回家吃飯。好。賀锦州的律師剛剛聯繫我，他說希望我們把訴訟離婚撤下來，改成協議離婚。他今天早上來找過我，不像是會同意協議離婚的樣子。不是他的意思，是董事會。你之前公開身份，賀氏的股價當天就跌了4個點，後來沈依依被免職的事情上了頭條，又跌了2個點，這幾天又接連跌了幾次，董事會坐不住了。他們希望把賀錦州離婚對公司的影響降到最低。他們說，如果我們願意撤訴，調解金可以給到這個數。協議離婚可以，不過這筆錢成立一個基金會吧，去救助那些有先天性殘疾的嬰兒。讓這些孩子在父母的關愛下好好長大。可如果我們撤訴之後，賀錦州他不同意協議離婚，按照規定我們就又要再等6個月才能重新提起上訴。他不敢。賀總，沈依依的事兒我就不說了，識人不明，一個履歷造假的人，你居然讓他做到了副總裁的位置上。還有你結婚3年的妻子，根本就是問工作室的創始人，你居然一點都不知道，整天坐在總裁的辦公室裡，你腦子去哪兒了？股價這2天連跌2次了，再這麼拖下去，跌停板上就坐着我們這一桌人。
方律師和溫總那邊談好了，撤訴，改成協議離婚。明天你把證領了。我不離，就没有不離婚的辦法吗？知道了。信息确認無誤，兩位如果確認沒有任何異議，就請在上面簽字。從今天起，將正式進入30天離婚冷靜期。冷靜期滿後30日內，雙方必須親自來領證，否則將視為撤回離婚申請。石念，我在想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温工作室的事情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？你问过我工作室叫什么名字吗？问过我累吗？烦吗？需要帮助吗？如果我早知道，那又怎么樣？不過是會多看我一眼，回家多跟我說2句話而已。賀錦州，我不想以一個頂級設計師或者是身價過億的身份，才能贏得你的喜歡和尊重，那樣太不值錢了。石念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。以前是你跟我說的話我沒有聽，你做的事情我沒有看見，但是現在我看到了，並不是因為你是溫的老闆，而是因為我終於發現這3年裡，你為我做了多少，而我還什麼都沒有還。石念，我真的不能沒有你。你捨不得的到底是溫石寧還是溫？是你，一直都是你啊。那你把賀氏集團 CEO 的位置辭掉吧。既然像沈依依這種人，你都可以讓她坐上賀氏集團副總裁的位置，那我對你這麼重要，你為我辭職吧。你看，你愛的從來都不是我。石寧，離婚冷靜期還有30天，這30天裡，我一定會讓你看到我的心意的。回頭再說。喂，外公，我馬上回來吃飯。寧寧啊，生日快樂！大小姐生日快樂！生日？過去3年在賀家，我早就不記得自己的生日。寧寧啊，今天啊，我讓廚房專門做了你最愛吃的東西啊！走，站好。小周啊，小周啊，我给你介紹一下，他叫周岩，前沿資本的。他呀，一沒事就往我這兒跑。恰巧今天你們都在這兒，認識認識。你好，周岩。溫石寧。我知道，問工作室的創始人，很優秀。謝謝。別站着說話了，來來來，坐，走走走。又偷偷看你小师妹了。其實你們兩個挺像的，放着好好的豪門公子哥大小姐不做，偏要自己闖天下，骨子裡硬氣得很吧？我們是不是之前見過啊？是，海城大學建築與設計學院，我比你高2級。你也是學建築的啊？我不是，我是學金融的，但是我對建築一直都非常感興趣。我看過你的作品，一個以竹子為原型的度假酒店設計概念，裡面的懸挑結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謝謝。哎呦，原來是校友。
外公，您看你又给我准备。这个我可没安排啊。不知道今天是温小姐的生日，匆忙中叫人备了一些薄礼。哪里是今天才知道？上个月来江老这儿，知道温小姐要离婚之后，就叫我备些礼物了，就等着今天制造一场偶遇送出来的。哎呀，多谢周先生的好意，不过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是我考虑不周了。我来走啊！哎呦，没事没事。烫着了，哎，快！真的没事。贺锦州的爱真廉价。是不合口味吗？啊。江老，你慢着点，好点没？没事了。公司的事能放就放吧啊，身体要紧。坐，吃饭。也是，外公70多了，为了江氏，还一直在一线工作。外公，公司的事儿，您教我吧。我想好了，问我要做，江氏我也要学。以后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撑着。哎呦，那就太好了！我明天就让人安排啊！哎呀，小周啊，我就盼着这一天呐！多谢你呀！来，吃饭吧，吃饭啊！锦州，依依怀了你的孩子，等30天冷静期一过，你去跟依依摆正理。什么？锦州，是真的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不可能，我根本都没有碰过你，怎么可能怀了我的孩子？锦州，你忘了吗？我刚搬进来的那天晚上，你……锦州，你怎么穿着石宁的衣服？不对，你就是他。明天去医院把孩子打了。锦州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没关系，不要以为你怀着孩子就觉得可以拿捏我。能做我贺锦州孩子妈的这輩子，只可能是温石宁。你跟温石宁已经離婚了，眼下陪在你身邊的人是依依。依依懷了賀家的孩子，這個婚你必須結。董事會在逼我簽字，你在家逼我再婚，你們一個兩個都在替我做決定。有誰問過我想不想離啊？誰問過我想跟誰過？你們有誰考慮過我的感受？媽，我是你兒子，不是你的提線木偶。我妻子也不是看你心情的工具。把賀氏集團 CEO 的位置辭掉吧。是你說的對，我只有真的獨立出來，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。賀世寧，你都已經離婚了還搞點緊張，我不會讓你好過的。我來是告訴你件事兒，
我懷孕了，3周。算算日子，刚好是你搬出主卧，我搬进主卧。贺锦州让沈依依搬进主卧了，你还在医院吗？也是我流产的那一天。恭喜你，温世明，我劝你趁早放手。我早就放手了，不放手的人是他。住手！沈依依，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打扰诗宁的生活的？锦州，你还护着他？我肚子里可是有你的孩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走。诗宁，那天是我喝多了，我错把他当成了你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你放心，那个孩子我是不会认的。贺总，你现在跟谁过夜，要跟谁生孩子，我都没兴趣，也跟我没关系。会没有关系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这婚我不离。之前你不是让我辞職，就是会觉得我離開了賀氏什麼都不是。我想過了，你說的對，我現在這個位置，誰都能壓我一刀。董事會，我媽沈依，誰都可以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兒。這個位子我不要了，我要向你證明，我賀錦州就算是離開賀氏，沒有這些資源，我一樣可以重新站在你面前。妮妮，我看賀锦州這狗皮膏藥的樣子，這冷靜期一過，萬一他不肯離怎麼辦？是得想個辦法，讓他徹底放手。今天我們來江氏，不是跟高層開會嗎？賀錦州來這做什麼？還能幹什麼？追妻火葬場唄。愛的情深不能自抑，來這堵你嘍。他竟然想要江氏的投資。蘇曼，通知高層會議延遲，另外放個風聲出去，就說江氏製藥新上任的女總裁是一個年過半百，身材極度豐滿，私生活極度混亂，且喜歡對長得帥、年輕的男下屬關懷備至的老女。啊？他不是表現的對我有多情深，口口聲聲說要追求我嗎？那我現在就給他一個真正追求我的機會。聽說了嗎？咱們公司發生了一件大事。前段時間公司來個女總裁，哎呦，聽說都50多歲了，長得跟豬剛烈一樣。何止呢？聽說他最喜歡在辦公室裡親自指導那些年輕俊俏的男合作方。誰要是想要拿到合同啊，指不定得脫層皮呢。真的太荒唐了。浩總，我們江總這邊有請。好，天啊，居然還敢去！請。又來一個送上門的俊俏小奶狗，等會兒賀總上去，把時間骨頭茬都不剩了。真是有的他受的嘞。江總，我進來了。江總你好，我是賀錦州。過去在賀氏，我全權負責多條核心業務線。如今我想脫離賀氏董事會，單獨出來發展，特地帶着新項目來向您爭取投資。聽說賀總在商業上的手段了得，可怎麼連身邊的人都管不好，放任那個沈依依簡歷作假、抄襲，還擔任了賀氏的副總裁，差點連累了問工作室。
江總您說笑了，我已经罢免了那个沈一的职务，彻底断绝了跟他一切往来。是吗？可我听说你最近还在打离婚官司，一个连自己家庭和婚姻都经营不好的人，我怎么相信可以经营好我们江氏的百亿项目？江总，在这段婚姻里，我问心无愧。是我那个妻子，她成天在外面跟各种各样的男人勾勾搭搭，甚至跟我结婚，都是为了拖着财产。我究竟是下到什么地步，才会看上这么个厚颜无耻的男人？江氏可以给你投资，不过你得先处理好自己的家事。希望我们在下次见面之前，贺总在法律层面上是绝对的单身。好。希望我们在下次见面之前是絕對的單身。他聲音怎麼這麼耳熟？算了，大概是誰跟他像呢？賀總，我打聽到了前緣投資的周岩總裁聯繫方式了，您看要不要？好，能得到前緣的投資，這才是最好的。周總，賀氏的賀錦州帶了個項目來，說是想和你談談合作的事。讓他走公開招標，我這不搞特殊。明白，那您現在去哪兒？羅樹。周總，哎，我往這邊挪一點，行嗎？哎，對對對，就這兒就這兒。寧寧，你回來的正好，我跟你說呀，周岩在百忙當中啊，幫我來搬花。這一大盆發財樹啊，哎，可沉着呢，管家都搬不動，他呀抱起來就走了。你說他勁兒大不大呀？周先生，您再教，他在肚子根兒就要爛了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我說寧寧啊，你看你這個師哥怎麼樣啊？啊，我覺得啊，還是知根知底兒的好啊。你看他啊，根子正又能幹，還知書達理，總比那個賀錦州好得多嘛。外公，我現在都還沒從上一段婚姻的泥潭裡爬出來，現在談這些不合適。哎呀，怎麼不合適啊？你總不能啊。我今天呢，就是來挪樹的，順便想吃個便飯啊！對對對，先吃飯，吃飯啊！先吃飯。抱歉。周總，賀錦州的電話不接嗎？賀錦州最近滿世界的找人拉投資，想脫離賀氏單幹。不過，溫小姐放心，這個人我不會投。今天天氣很好啊，太陽很不錯啊，是月色很不錯。他這是在找話題，想跟我聊天嗎？真可愛。不知道您到底是怎麼了？啊，抱歉，在來之前呢，公司裡的05後說我年紀大，怕會和溫小姐有代溝，所以就教了我幾句網絡熱梗。剛才的那句不知道您這是怎麼了，是一種關心人的意思。
那還學了些什麼？啊，还有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，是一種自谦的意思。哦，还有尊嘟假嘟是真的假的的意思。很久都没有看到莹莹这么笑过了啊！赶紧吃饭，吃饭啊！听说你最近要离婚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周总，他今晚不止一次打来，还是接一下吧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儿。好，那你就先回去吧，别站在风口。慢走。贺锦州是个极其看重自尊和分寸的人，即使再想拉投资，他也绝对不可能在被拒之后这样毫无体面的死纏烂打。对，吃完了。老板，我看到您了，马上就来。周总，您把我的手机号码改成贺锦州这一招，真是一举。饭局上让温小姐看到贺锦州来电，既巧妙地表了态，说明您坚定地站在她这边，又顺势踩了贺锦州一脚。想必温小姐肯定感动壞了。她很聰明啊，現在她是已經知道了。走吧。温小姐放心，这個人我不會投。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，盡管說。原來是這樣。可是賀錦州，你用你那3年的冷漠和殘忍，讓我失去了愛人的力氣。現在面對別人遞過來的真心和假意，我竟然連試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了。賀總，解釋一下，你私下聯繫悅城地產的周岩，想拉投資另起爐灶，這件事董事會沒有收到任何報備。賀總一邊坐在賀氏總裁的位置，一邊在找出路。賀總，你是拿賀氏當跳板嗎？轉移的事情才過去幾天，股票還沒漲回去，你給董事會捅了這麼一刀。賀總，我看你這個位置坐膩了。董事會的意見很明確，罷免賀錦州的總裁位置，即日生效。各位董事，錦州做錯了事情，我這個當媽的沒什麼好辯解的。他爸走得早，賀氏是從零做起來的。當年跟各位一起創業的時候，老賀從來沒有虧待過任何人。他現在走了，留錦州一個人撐着這個攤子。他才32，年輕，糊塗過，會犯錯。我今天呢，也不是來替他求情的。他做錯了，董事會該怎麼罰怎麼罰，但罷免。老賀如果還在的話，你們會當着他的面把他的兒子趕出公司嗎？看在老賀的面子上，位置可以留，但有一個條件。聽說江氏新上任的女總裁對錦州有點興趣。賀總，你既然坐在了總裁這個位置上，就該趁機會拿下江氏的投資，好讓大家看看你的能力是什麼。你沒問題，錦州明天就去辦。媽，你居然讓我去討好一個比你年紀還大的女人，你還不讓我當你兒子嗎？你不去，那個位子明天就換人。換人就換人，我本來就不想當這個傀儡了。不當傀儡，你告訴我，你離開賀氏你還能幹什麼？你去找周岩，人家連你面都不見，你連一筆像樣的投資款都拉不到，你有什麼資格給我說你不當傀儡？給我走！出來！你給我過來，把這個刷乾淨。閉嘴！我當初跟你爸創辦公司的時候，為了省點保潔費，
偏袒合同干項目，晚上来办公室打扫廁所。你现在站在我面前说你不当傀儡，那你倒是告訴我，你能吃得了什么苦？你觉得恶心是吧？但等你拿下江氏，这点恶心又算得了什么？江氏制药医药半强，100亿身家，他们一个季度的利润顶贺氏1整年的营收。你要是拿下了江氏，贺氏的富贵就有了。到时候你就是商界的神话，这温世宁看到了，他会怎么想啊？他那个温工作室再厉害，那也只是给別人做設計的，而你拿下的是江氏錦州。你想讓他回來，首先得讓他看得見你啊。媽，你當初跟我爸創業的時候，是不是也覺得自己特狠心？是的。所以你恨我沒關係，但等你站在最高位置的時候，所有的人都會像以前一樣仰視你。溫世寧也好，其他女人也好，你想要誰都不是問題。媽，讓我覺得惡心，但我更惡心的是，我居然覺得你說的對。連自己親兒子都能這樣利用，那我肚子裡這個，在他們眼裡又能算什麼？看來想從賀家拿錢，得換個法子。30天冷靜期已滿，雙方自願離婚的話，在這裡簽字。沈寧，過去這3年，是我對不起你，讓你受委屈了。從今天起，放你自由。哼，要不是我知道你在2個小時後約見了江氏總裁，我還真要被你這副深情無愧的嘴臉給騙到。江總你好，我是賀氏的賀錦州，這是我們賀氏目前最成新的醫藥大樓的合作方案。離過婚了？嗯。賀總跟那個給你戴綠帽子還圖你財產的糟糕前妻離了婚，不應該放鞭炮慶祝嗎？怎麼臉色這麼差，興致不高啊？江總說笑了，雖然他百般不堪，但終究是有感情的。原來這些你都知道。怎麼會是你啊？怎麼會是你啊？當然是我，那個在你口中找野男人給你戴綠帽子前妻。你是在耍我，從頭到尾都是你故意設的局。所以你之前讓我單身來見你，就是故意騙我簽字才說的。是。溫世寧，你比我厲害。我賀錦州活了30多年，還從來沒有被人當猴一樣耍過。你贏了，你現在滿意了吧？看我像一條狗一樣在你面前搖尾乞憐，然後再親手把繩子掐斷。你現在是不是很得意啊？不，賀錦州，我只想要一個乾淨利落的結束，但你不願意給我這個結束，所以我只能自己。世寧，我錯了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孩子的事情我不知道，如果保安，賀總情緒失控，把他請出去。溫世寧，不是你，我如果早點知道的話，我就溫世寧。你沒有早點知道，我也沒有早點醒悟。這3年，我們扯平了。爸，我已經把錢打過去了，再忍忍，等我徹底拿下錦州，咱們沈家就能發達了。沈一呀，我
在外面像条狗一樣給賀氏找活路，你呢？就這樣拿着賀氏的錢往你這個破產娘家裡錢。溫世寧以前坐在賀太太這個位置上說，可沒你這麼不懂事兒。所以溫世寧跟你離婚了，你但凡做出一點好丈夫的樣子，他好歹之前是愛过我的，怎麼捨得跟你離婚？閉嘴！明天，这段贺氏总裁家暴致未婚妻流產的視頻就會傳遍全網。賀氏還能跌停幾個停吧？賀總心裡應該有數吧？我沒承認過你是我未婚妻。網民不需要結婚證，他們只想看熱鬧。500萬買斷這段視頻，我拿錢走人。誰呀？閉嘴！晉州，要是讓別人知道你在30天冷靜期內就搞大了別人的肚子，董事會明天就能把你撕了。這500萬我出，把視頻徹底刪乾淨。還是伯母痛快。站住！要拿走這筆錢，你得幫我辦另一件事。你說吧。據悉，万工作室創始人溫實寧近日就任江氏董事長，傳聞其與江氏前董事長往來親密，職位來路存疑。賀言，坐。嫂子，不，实宁，我来是替我哥道歉的。今天的新聞是他讓沈依依找水軍造的謠。去找水軍，在網上放風，就說溫世寧是靠委身於江伯年那個70多歲的老頭子，才爬上江氏總裁位置的。等他走投無路了，他就只能重新回到我身邊。实寧，對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我哥怎麼會變成這樣。至少，我以為他以前不是這樣的。你嫁到賀家3年，我哥對你做了那麼多過分的事，我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公道話。現在，他又用這麼下作的手段，我真的沒臉來見你。賀言，你不需要替他道歉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況且我們現在已經離婚了，所以你還是我的好朋友。今天，謝謝你。我想把這份錄音公開，可我怕他會因此……他自己做的事情，後果就讓他自己承擔。賀錦州，你長的是腦子還是犢瘤？居然敢惹江氏，你是存心想讓賀氏破產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個錄音是合成的，只是沈依依她陷害我。江氏集團發通知了，讓你趕緊去公司樓下賠罪，快！江老，是我教子无方，锦州他也是一時糊塗，聽信了沈依依的挑唆，才幹出了這種事情。今天我們特意撕下老臉來給您賠罪，快說對不起。賀錦州，你真的覺得自己錯了嗎？溫世寧，這個拜金女，寧願天天跟江伯年這個能當爺爺的老頭混在一起，也不願意踏入賀家。你讓我惡心。他是我外公，她是我孫女。江氏的親孫女，論的創始人，溫世寧，你藏得夠好啊！你放着這麼多顯赫的身份不告訴我，在賀家洗做飯，是為了看我笑話？我們結婚3年，你回過幾次家？在你眼裡只有算計、利益和高高在上的精英冷漠。
我生病的時候你在應酬，我被沈依依羞辱的時候你在護着她。你今天之所以站在這，不是因為你後悔傷害過我，而是你發現你得罪不起江氏。像你這種人根本就不配談愛。賀氏的人都給我聽好了，如果不把欺負我孫女兒的罪魁禍首處理乾淨的話，我江氏製藥今天將對賀氏全面做空。不僅是江氏，我们前沿資本即刻起斷絕與賀氏的所有合作。周岩，周總，我們兩家合作這麼多年，你為了一個女人要跟我賀氏斷交？賀總，別太高看自己。這些年月城之所以容忍你，僅僅是因為看上了為你工作室的設計。你還真把自己當回事了？是你啊，这千错万錯都是媽，不是阿姨的錯。你就看在你跟錦州結婚3年的份上，就饒了他這一次吧。宋女士，我這麼多天在你家，難道你對我的冷嘲熱諷和呼來喝去還少嗎？有其母必有其子，賀錦州變成今天這個唯利是圖的模樣，你公不可？外公，我們走。從即日起，我江氏旗下所有的醫療機構絕不允許他賀氏人踏入半步。通知下去，悅城地產名下所有的商業步行街和高端門店，即刻起將賀氏母子列入黑名單，永遠禁止入內。周岩，你為什麼會處處維護他？這跟你什麼關係啊？我是他的追求者，少在這裝深情人設，要不是看着他背後的江氏還有顯赫的身份，像個狗一樣去貼着他。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愛上他，不管他是誰，對我來說都一樣。溫實寧也好，江總也好，落魄也好，風光也好，我都是追的。說起來，我還得謝謝你呢，你娶了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，倒把我喜歡的人放出來。江總，哎呀，快点，颁獎典禮要開始了。哎，那人怎麼看着有點眼熟？沈依依，就是那個抄溫姐作品，履歷全是造假的那個。我聽說他後來找了好幾家公司，人家一查他的記錄就不要了。沒想到在這幹保潔，造了2次假，名聲早就臭了。現在能有個保潔的工作就不錯了。哎，是啊，聽說賀錦州被賀氏踢出來之後，就一直在家待着。他媽到處托人給他找差事，但他呢，拉不下臉，嫌這個丟人，嫌那個掉價，到現在還在家裡靠他媽和他妹妹養着呢。行了，不關我們的事兒，走吧。本屆年度商業領袖大獎獲得者，江氏集團總裁，問工作室創始人溫實寧女士。感謝組委會，這個獎屬於問工作室，也屬於江氏信任我的每一個人。以後我們會繼續勇敢地往前走，闖出一條新的道路。老闆，去年有人說溫是最大的黑馬，今年就改口叫常勝將軍了。恭喜溫總。溫總，恭喜了！我是賀氏的新任 CEO， 姓方。賀氏之前和溫氏有過諸多的業務往來，雖然前任在任時鬧得有些不愉快，不過都是過去的事了。生意嘛，利益為主。溫總覺得呢？方總，問工作室和賀氏的合作已經結束了，我不打算再把這件事情翻出來，但我也不打算翻篇。合作的事不必再提。溫總，拒絕合作也沒關係。不過我一直好奇，你一個女人憑什麼短短幾個月就從一個離婚主婦
爬上江氏總裁的位置，又拿奖金，又拿项目，这速度，怕是连圈内混迹多年的老前辈都有些自愧不如吧？是你温总，凭什么混到今天？方总，温总凭的是5年完成127个项目，设计营收3.6亿。过去3年的项目全都是他带着万做的，这些数据网上都能查到。你上任之前没做功课吗？还有悦城地产8000万的设计大单，在行业论坛上当着全行业的面大家审议。方总觉得这些还不够吗？方总，我们温总拿这个奖可是我们组委会全票通过的。方总，没关系，以后嘛，各走各的路。你刚才那句话，比台上那段获奖感言好多了。看来你这偷听的习惯还没改掉。哎呀，偷听不偷听都一样，别再祸害我的发财树。温小姐，能否认识一下？在这一刻，她不再是谁的太太，不再是谁的附属品，她只是她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人生，只跟我自己有關。